自己。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日子过得平静，不代表没有惊喜。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坚持到底。快乐的方式我愿意都遵守给你，无所谓合不合逻辑。哇哦，有时候虽然我也会闹闹情绪，不过只是无聊而已。哇哦，快乐的心情我愿意都传达给你，只要能天天在一起。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偶尔受点委屈，其实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在干什么？我在背书，整天背书读书，别的事情不用做了。我都做好了，我已经扫地、抹地、洗衣服、烫衣服。哎呀，我叫你读意思就好了，你干嘛那么认真？几点呢？去买菜啦。冰箱还有半只鸡、一点鱼、一点虾，还有瑞生今天晚上来吃饭，你每一样只有一点，怎么煮给人家吃？去买啦。哦，买只鸡，买只鸭。猪脚、猪肝，买条石斑鱼，没有石斑就买白鲳，还有买大虾。可可喜欢吃菜，买多点青菜，买多点水果，还有，哎呀，反正你什么都多买一点回来就对了。哦，喂，啊，你这样就去了？现在就去买咯。推这个去，推这个去啊？你不推去？你买那么多东西怎么拿回来？可丽说不可以推这个出去，会被抓的。可丽说话你听，我说的话你不听，那你去不去？哇，飞快的地真的来买菜嘞！哇，大胆的哇，被抓很急啊！哇，飞快哦！看一下。多少钱？你讲什么？大声一点。多少钱1块钱啊！哇，你好聪明啊，连飞不来的车都敢用啊！哇，真厉害！哎呀。你看，小姐，请等一等。什么事？我是 FairPrice 职员，这推车是 FairPrice 的。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就是他。小姐，我再说一次，这是 FairPrice 的财物。不关我的事的，不是我偷的，真的不是我偷的。你们私自把我们的手推车推回家占为己有，这是偷窃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个车不可以拿回家的吗？是啊是啊，又没看到这辆手推车上面写拿是犯法的。对啊，我们所有的手推车上都有贴上这个标签，就表示是 FairPrice 财物，而且还写明手推车只限在超级市场的范围内使用。喂，你看，你们这些字写的这么小，我们老人家看不到啊。而且我有放1块钱进去里面的嘞，我放了钱，这个车就不是偷的啦。总之，你们拿走故意不还，就是有偷窃的企图。我们每年都要耗费至少20万元来添购新的手推车，顾客用了手推车不还，会令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姑息。
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对，我们不会这样的了。是啊，求求你放过他们吧。好，这次给你们一个机会。太好了，不过，你们看，锁链被你们剪断了，轮子也弄坏了，你们得赔偿。赔多少啊？确实的数目，要等到我们公司计算之后才知道。我们走。妈，你看是不是？上次叫你把车子还给人家，你不肯，现在要赔钱了。都是你，你这个死蠢！为什么带他们回家来找我？应该直接来找舅母就算了。你看现在害得我要赔钱给人家，你死蠢啊你！没有用啊你！喂，是你叫我偷的嘞，竟然要我一个人背黑锅！喂，那天是你自己说那个经理欺负你，你要报仇，所以你要拿他的东西。哦，现在被抓到了，就要我一个人去送死，你很自私啊！我自私？我自私就不会让你每天来这里拿棉被的东西了。你以为不用本钱的？喂，你要搞清楚啊！这间店是我老爸留下来的，我来拿东西有错吗？这间店不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不过只是留给阿西一个人，所以任何人来拿东西都要给钱的。喂，好啦，一家人有什么好吵？大姐就算了，等一下要回的时候记得拿2罐鲍鱼回家吃哦。干嘛要给他？是不是要他吃了饱饱，有力气来拿更多东西啊？我不能拿吗？哼！喂，你讲话，你老婆欺负我啊！你干嘛怕老婆怕到这样？你没有用啊你！是啊，没有用啊你！妈，别吵了，大姑妈算了。都是你呀！哈！我上辈子不懂做了什么孽，才剩下你这个死蠢。我什么我？还不回去？可可要带瑞士回来吃饭啊？去！最好以后不要再来了。哼，这是我老爸留下来的店，我喜欢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喜欢拿什么就拿什么。喂，死回去！是你姐姐大人来抓我，这笔钱你还！啊，想不到妈今天会和大姑妈吵架，你知道谁最可怜呢？我觉得可怜表姐最可怜啊。我最可怜啊！为什么？一个是我老婆了，一个是我姐姐了，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现在我要帮谁啊？都是错的。唉，去拿2罐鲍鱼来。不是吧，老爸，吃2罐鲍鱼最不可怜啊。刚才你没有听你姑妈说，可可的男朋友到她家里吃饭，送2罐鲍鱼，希望她能够消消气。去。可可，瑞生。嘿，你怎么来了？这么巧啊？对啊，爸爸说你要带他回家吃饭，所以我就带了鲍鱼来哦。舅舅怎么知道瑞生来吃饭？大姑妈说的啊，刚刚你妈还和我妈吵了一架哦。为了什么事？为了 FairPrice 的手推车啊，大姑妈叫大表姐推去巴沙买菜，结果被 FairPrice 的员工抓到了。可是后来他们决定网开一面，可是你妈和我妈却为了这件事吵了起来哦。这不能怪我妈，我妈是不会偷东西的，一定是舅母怂恿她偷的。我好像很久都没有给你检查牙齿了。对啊，好像快1年了，几时来做检查？最近诊所蛮忙的，记得早点预约。你是蠢啊你啊！你怎么会蠢到把他们带来找我啊？哎，我真不懂，我怎么会生下你这个笨蛋女儿？我情愿生个鸡蛋，鸡蛋吃了我还有补身体。你呀，你只会气到我爆血管。哎，4人多酒瘾啊！拿他一点东西，叽里呱啦叫。好，明天我再去拿他几罐鲍鱼，让他也气得爆血管。谁？来，哥哥来了，瑞生来了，进来。大姑，你来干什么？爸爸听说今天瑞生来吃饭，所以就特地叫我带了2罐鲍鱼罐头来。算他有良心。可怜。瑞生啊，你想怎么煮这2罐鲍鱼？我喜欢吃菠菜炒鲍鱼。好啊，来拿去。不要太咸啊！要不要放蚝油啊？鲍鱼要不要切片？喂，你没有煮过鲍鱼啊？啊，倒水。
里面的水你不要啊？倒水给瑞生喝。哦，瑞士，你喝什么水？要不要加冰块？我自己来吧。哦，笨死！可可啊，要不要先洗个澡？很快可以吃饭了。待会儿吧。想想，先坐一会儿，今天晚上在这边吃饭。好，我先回房。哎，你们怎么来啦？喂，杰伦。外婆、大姨、表姨。乖。表姨。哎，乖来坐，外婆拿糖果给你吃。好，医生，看到你一定有好菜吃了。婚礼的美容院很忙，所以走不开。走不开更好，免得又来这边跟我吵。来，杰伦吃糖。来。小朋友是不可以吃太多糖果的，会蛀牙的。像杰伦这个年龄，其实刚好是乳牙和恒牙交换的时候，那如果不照顾好乳牙，就会影响到恒牙，那牙齿可能就不整齐了。你跟你妈妈一模一样，那么啰嗦。好，如果他们牙齿有问题，我一定带他们来找你，给你机会赚钱啊！杰英、杰伦、三姨，你们进去大姨的房里玩。行，看着弟弟啊，别弄乱大姨的房间。慧生啊，你们的工会给受伤工有赔偿啊？哦，他旧病复发，医生已经证明他不能再工作了。然后我们就给他申请一个叫 Give Plus， 虽然只有几千块吧，不过帮补一下他的生活和医药费。这些都是工会会员的福利。你们美容院有没有参加工会啊？美容师可以参加工会吗？当然可以了。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叫那些负责招募工会会员的同事跟你们谈一下。这要等可丽答应才可以啊。喂，学良啊，你怎么那么怕老婆？什么事情都要问她，她叫你割双眼皮，你也去割双眼皮，你是男人来的呀？妈，其实我不是怕，这是尊重嘛。尊重？哼！你尊重他，他也没有尊重你呀。你看他怎么对我，你就知道他懂不懂尊重那2个字。妈，别生气了，等一下血压又增高了。哎，我们吃饭。好，来吃饭。喂，吃饭了。妈咪，我回来了。你们干嘛那么晚才回来？不是跟你说了吗？到妈的家吃晚饭啊。吃个饭要花整个晚上的吗？才9点而已嘛，不算太迟嘛。再说妈想跟他们多玩一会儿嘛。有什么好玩的？玩到脏兮兮臭死了。还有你呀，不要吃饱没事做，就整天把他们带到那边吃饭。那个肥妈一辈子只会教坏大小，你看那个可可给她教成什么样子啊？哈，乖巧听话没有她的份呐，刁蛮霸道她最拿手啊。外婆这么疼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哈？哎呀，你看你，玩得那么脏，赶快去洗澡，臭死了！杰哥也是吗？你是姐姐，他是弟弟，你要立一个榜样给他看。你先去洗澡，去。去，乖。哎呀，喂，到你啦。到我什么？洗澡了，什么？臭死了！去。洗澡了。妈咪，我很累。哦，你很累哈。妈咪给你按摩哈。哎呀。舒服吗？妈咪，玛利亚，干什么那么大声嘛？吓死人了！玛利亚 ，Have you bathed my son already? Yes, Mom. Never put clothes for him. Run out himself. He ran out himself. You also must put clothes for him when he will catch a cold. Go and put clothes for my son.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啊！这种人呢，你叫我怎么放心把孩子给他照顾？毛巾不懂洗了没有？玛利亚，算了，他已经做了一整天，很辛苦了，让他去睡吧。睡什么睡？现在10点都还没到，这种人你不给他做，他会越来越懒惰的。Maria, have you washed the towel already? Yes, I'm washing now, Mom. Okay, good. 可丽，来嘛。让什么？到你啦。到
找我什么啊？你看你的肚腩有多大，还不做运动啊？啊？可是我刚洗完澡哎。洗完澡又怎么样？再洗过了，上去踩。再上一点，再上一点，再按，继续。哎呀，会吃掉呢。你要按着这个啊，你跟着我的手啊。再上一点，再打攻，再下一点。啊，最后一个这个呀，赢了！再这边一边啊。你们在做什么？啊？我请你们是来做事的，不是叫你们来玩电脑游戏的。现在又没有客人。没有客人，你不会打电话联络他们了哈？没有客人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啊，还顶嘴。哎，别想了，电脑会坏的。坏掉最好啊！整天喜欢玩四方的东西，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连四方脸的女人你都喜欢。是什么醋嘛？我有时间不会扩臭你才没有时间吃你的醋啊！哼，整天只顾着玩电脑。我叫你做的项目表做好了没有？做好了。做好在哪里呀？啊？打印机有问题嘛？打印机有问题，你不会去想别的办法吗？这种小事你都帮不了我，你是不是要看你老婆忙到死掉？好了，等一下我打电话叫我朋友来检查好了。弟弟，我要上学了。啊，我要送杰一上学了。记得打电话。知道了。弟弟，你会不会觉得妈咪越来越像外婆？像外婆有什么不好？很凶嘞，惨了！什么惨了？人家说有其母必有其女，现在妈咪像外婆，那我以后会不会像妈咪一样这样凶？有可能的。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找一个像弟弟这样可以挨骂的老公喽。好啊，那以后我长大了，你跟我一起去找。好。如果你投资2万元的话，为期4年的投资期满时，加上4.5%的最低回报，你将可以获得这个数额。哇，听起来很不错啊。是啊，年年还有红包利息，你所得到的肯定比你现在存在定期存款的钱更多。你有公积金吧？有。利用公积金普通及特别户头投资的话，我们银行的暖氏新源基金更是保证无风险的投资。我的公积金都拿去投资房子了。那有现金吧？有，准备给孩子到美国深造的。好啊，谢谢你。以后请你问清楚人家有没有兴趣投资，才带他来见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看见他在看传单，以为有兴趣。你要问清楚啊！是你上次说不用问的，只要户头有6位数就可以带他去见你。请你以后用头脑工作。不错啊，一下子就招到一个投资30万的大客户。要招到这种大客户其实不难，最重要的是要眼光准、口才好、人脉广。这个月依然是你个人的业绩最好，保持最 top 一向是我的目标。客户关系经理这个职位已经空了很久，你有没有信心接手啊？我相信我可以胜任。你的工作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做经理和做主任是不同的。你现在只要管业绩就行了，可是升做经理之后，你还得管人事，你明白吗？嘿，我先走了，拜拜。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回来。好，谢谢你。哎，你干嘛走得那么急啊？他请了半天假，孩子生病了。上个星期陪老公复诊，今天又请假。家里有小孩子是这样的。可以走了吗？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要去吃饭了。是的，要不要一起去？好啊。我们要到附近刚翻新好的小贩中心去吃啊。那你们自己去吧。我们不是说好去樱花餐厅吃日本餐的吗？对呀。几时换成小贩中心了？骗他的啦！他知道我们去小贩中心，一定不会跟来的。哎，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场，气氛会很僵，还约他一起来。哎呀，礼貌嘛。反正我也知道他不会跟我们一起去的啦。好，走吧。走了走了。
Silakan duduk.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Ini adalah hadiah daripada kami, daripada NTUC untuk Tuan. Saya rasa gembira. Tapi oleh sebab kaki saya cedera, saya dah tak boleh buat apa-apa kerja. Pendapatan saya semua dah habis. Nasib baik saya masuk union. Kalau tak ada, tak tahu apa nak jadi. Kalau macam mana pun, saya 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Sama-sama.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Come, let's take a picture. Ready? 1, 2, 3。妹，帮忙招呼一下人嘛啊！哎，导演来喝水啊！哎，待会你性感多一点啊，妩媚多一点啊。 You can put inside. 哎，导演，对了，待会记得把我的模特拍得漂亮一点。哎呀，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拍成 S。哎啥？老板娘。啊。哎，挺多一点啊，肚皮瘦一点。都还没正式拍，还没有正式拍也要练习一下的嘛。来，挺高一点，来。老板娘，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你不明白，这样拍出来才会有效果。对，这样才能够发挥广告的功能。老板娘，还是你经验老大。 当然了，我做了这行10多年了，女人的心了我最清楚的啦。哎，导演，可以拍了吗？好了，开始了，来。来，哎，记得啊，挺一点啊，哎，赶快出来。OK， 一人站一边啊。啊，在镜头面前走来走去，不要遮住我的产品。谁来？哎，瑞生，可丽姐。来了。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同事 Jason。哎，学良，你好，可丽姐。哎，我们很忙在拍广告，你们随便坐哈。老板娘，来，跟我来到里面坐啊。 哎，不好意思，快点，来，准备。可以开始了。Camera roll。说完，对完。Action。要有这么苗条、动人的身材，动人的身材，唯有可丽减肥中心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看。 再来 ，Take Action。看。搞的这样都讲不出来。哎，再来。Camera roll。Take Action。要有。看。你有没有备考的？要有苗条动人的身材，唯有可丽减肥中心能够让你如愿以偿。 再来。为什么只讲这几句话都拍这么久啊？难道你没有叫他们事先备稿的吗？有啊，稿很早就给他了，不过他一直在打电话。喂，要是这样拖下去，今天能拍得完吗？能拍完，而且还会很快呢。你怎么知道？因为她是我老婆。啊？要有这么苗条动人的身材，看，怎么搞的，老板娘？要有苗条动人的身材，唯有可丽减肥中心能够让你如愿以偿。你是怎么搞的？几句话都讲得叽叽嘎嘎。老板娘，今天我不用收工了。我也不会讲。导演，我来。你来？是啊，这份稿是我写的，我的华语很标准的，我最适合了哈。好了，你来。我先去补个妆哈。要有那么苗条、美丽、动人的身材，唯有可丽减肥中心能够让你如愿以偿，首50位顾客一律半价。很好啊，导演，我都说我是最好的了，可以收工了。很好，再拍多一次可能会更好。这次你要强调最后一句话，首50位顾客一律半价，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再来。Next one。要有那么美丽、苗条、动人的身材，唯有可丽减肥中心能够让你如愿以偿，首50位顾客一律半价。
我自己是老板，参加工会来干什么？只要有领薪水、有缴公积金的，都能够参加工会的。1个月8块钱，1年就是96块，给那么多钱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很多的，你可以获得一张职总的联卡，到我们属下的合作社都有优惠的。对啊。会员在租用本地及海外度假村时，可享有优惠的折扣。这些设施包括澳洲的 Johnero 旅社、云顶、白沙度假村。哎，可丽，成为工会会员好处真的很多啊。我买东西最主要是觉得满意，不在乎省那几分钱，再贵也像他1元几角，我还付得起。还有，我家人是很注重牙齿的保养，我们只是去看专科的牙医，所以至于你们那个牙科医疗优待啊，对我们来讲根本就不重要的。还有你们的托儿服务中心啊，我的孩子是由佣人照顾的，我那么忙，哪有时间去度假？哦，你说对不对？真的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了。不要紧，很多人对工会都有误解，没关系的，慢慢来好了。你真的要慢慢来了，因为可丽姐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说服的。是啊，除了结婚那件事情之外，其他事情啊，真的很难说服她的。这样，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当年你说服她嫁给你的那一招啊？这不能教的，这会闹出人命的。这么严重啊？到底是哪一招？说来听听嘛。这不能说的，真的不能说的。好了，你不要勉强他了。好啦，那我就不问了。不如这样吧，我就替我的美容师拿2份表格好了。好啊。来，你填好就寄给我好了。好的。那就这样吧，拜拜。谢谢你啊，再见。好，慢走。可丽，你是不是要我们的店关门大吉？怎么会呢？怎么会？那你为什么跟他们拿表格？因为什么？劳资关系本来就是对立的。我是老板，你要他们加入工会，那不是要他们跟我搞对立啊？为什么对立嘛？新加坡的劳资关系都很和谐的嘛。和谐要工会来干什么？啊？工会本来就是帮工人和老板作对的。拿来。什么？搞对立的表格。可丽，你听我说。拿来。可可，恭喜你正式升做客户关系经理。谢谢。恭喜你，可可。谢谢。以后我就是你的上司了。有些工作上的要求，我得先让你知道。我强调的是优良的工作表现，而不是圆滑的人际关系。整天讲人情、包庇护短，是永远无法把工作做得好。可可来，恭喜你啊！谢谢。可可，恭喜你！谢谢，恭喜你！谢谢。恭喜你，恭喜你，恭喜！谢谢，真幸运的，这么年轻就升做经理了。我升职不是因为幸运，而是我应得的。他真嚣张。我知道，就不要恭喜他了啊。喂，是我。看到 Apple Studio 了吗？我就知道是你送的。你在哪里？就知道你没有吃午饭。你怎么知道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还不知道你性格？你呀，有老顾的工作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了。知道了。哎，你知道吗？我升职了。是吗？恭喜你啊！有的同事说我很幸运。可是我真的是凭着真材实料争取得来的，我才不像何薇呢。我们一起毕业，一起进入银行，
每个人都说他人缘好，可是那又怎样呢？这次的升职，他也是考虑的人选之一。结果我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感觉的，他却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恭喜我，我真的受不了他的虚伪。可能他真的在祝贺你呢。你怎么在替他说话？你了解他多少？不多，大学3年，我是他学长。不止，他还暗恋你吗？哪有？你别胡说。那就是说你喜欢上他？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说这些了，不如晚上去吃饭吧。不吃。庆祝你升职的。不要。哇，你不是生气吧？真的在生气啊？喂，生气啦？啊？地点我选，菜由我点。好，下班我来接你。来。喂，你怎么不出去吃啊？啊？啊，给你买了饭啦。哦 ，thank you 啊。喂，你在画什么？你看不出来啊？啊，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呢。好像是机器图。喂，什么机器来的？安迪咯，他要我把那9层高的机器变成全自动。真的可以吗？可以，我已经想到了。不过安迪要我先画图给他看，你说死不死？这样吧，我来帮你。你把你心目中的机器形容给我听，我来画。你行不行的？喂，你忘了我去上课的吗？那画图就交给你。哎，还有要用英文写的哦。知道啦，快去吃饭吧。OK。安迪啊，你要我改良的9层高机器哦，蓝图已经画好了。喂，为什么要改良？你怕什么？这机器做出来的9层高一样好吃。我是把整个制作过程弄得又快又好。喂，我们9层高的特色就是要人手制作，机器只是辅助而已啊。你都还没有试过。哎呀，我跟你讲，我这机器是特别为你9层高设计的嘞。Langkin 啊，我看你就先解释给大家听吧。哦，这很简单。那9层高，那每一层的高的容量还有蒸的时间哦，都由机器先调好了。你说是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做出来的味道会跟手工做的一样好吃吗？当然了，而且啊，还可以节省很多制作时间呢。对呀，用人工做，1天只能做300个，这机器啊，半天就可以做250个。到时候你们呢就可以早点收工了，你们说好不好？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啊。听当然不错了，好不好吃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没试过，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吹牛？兰姐，9层高是我们的招牌货，是最受欢迎的妞鸭龟，不要被人家砸了我们的招牌啊！那么 Langkin 啊，我看你就先用这个机器做一次9层高来给大家看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哇，那个肥婆真啊，一讲到他的9层高，就让他踩到他的尾巴似的。我管他，这机器哦，上帝叫我改的嘞。改了之后，最好是公司赚钱，公司赚钱哦，我们年底的花红就会多一点嘛，对不对？好，哎，不要管他，来开工，做工做工。怎么会这样的？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吧。
怎么还是这样的？你看，喂，是不是你的机器有问题啊？我的机器不可能有问题的吗？那配料也不可能有问题啊！这是肥婆蒸的秘方，而且是要亲手调配的。难道是那死肥婆动了手脚？太极拳，打你的死人头啊！你刚才偷看我下九层杠的秘方，谁这么大胆啊？你不要骗人啊！哈，你偷看我下秘方，因为你要出卖工厂。我告诉兰姐，叫她把你炒掉。喂，是你的秘方有问题，所以我才……我打自招了啊！可是我看不清楚吗？我管你看得清不清楚，偷看就是偷看。你卑鄙无耻、下流下贱、小人！喂，死肥婆，你骂够了没有？你自私自大、自以为是，常常拿鸡毛当利剑。对了，骂了，尽管骂了，你没多少时间骂了，因为兰姐一定会炒掉你。我也会跟兰姐讲说你不合作，一定在秘方里面动手脚，害我的机器做不成九层糕。好，我警告你啊，如果我的九层糕秘方泄露出去，我一定会宰了你！哼！刚才跟你讲解的，你都明白吧？你给我补习之后，我都懂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不用了，我肚子不是很饿，我要回家了。我看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走吧。不饱啊？饱了。其实来人店也太不应该了。你妈妈在调配九层糕秘方的时候，她怎么可以偷看呢？怎么知道？她在骂蓝厅的时候，我刚好经过。其实珍姐不把九层糕的秘方公开出来也没有错，不过万一失传了，对我们工厂的损失很大的。会失传的，他全教我了。我怎么忘了？听说每次都是你帮忙配料的。可怜啊，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我什么优点？现在的女孩子啊，吃东西都要到大餐馆，穿衣服都要穿名牌，出门就要搭德式。这样花钱的，我才不舍得。还有啊，现在的女孩子都怕胖，吃不到2口啊就说饱了。吃2口哪里会饱？我每次至少要吃2碗饭才会饱。你说我妈妈吃不完，我还帮人吃，老叫我浪费的。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你不但节俭勤劳，而且啊，你还很孝顺。对了，听说有一部电影叫《浪漫人生路》，很不错的，你看了没有？哎，为什么讲很好看的？男主角对女主角很深情的。那我们改天去看好不好？我妈不让我跟你。如果我们利用上课的时间去看，你妈不是不会知道了吗？可是。也可是啦，只要你准时回家，她是不会发现的。我明天去买票。
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怎么嘞？你喜欢的话，我明天来买给你。怎么了？你不喜欢了？不是啦，我这种身材穿的不好看的。这服装店这么大，一定会有一套适合你的。不要花钱啦，我平时都在竹楼下的商店买衣服穿的，又便宜又耐穿。好像这件上衣才买8块钱，裙子才买10块钱，都穿了4、5年了。现在女孩子啊，一套衣服呢要100-200块，穿了2、3次丢在衣柜，不要穿了。那买来做么？为了炫耀咯。所以啊，你跟他们真的很不同。回去吧，要不然我要挨骂了。喂，你没事吧？没事，我从小就比较容易跌倒了。这样不是不会跌倒了吗？我们走吧。谁？哇！彩霞，什么事情啊？有人偷看我上厕所。什么人这样大胆？不知道，是一个男人，我看不清楚他的样子。会是谁？还用猜啊？一定是那个 Lion King 啊！他跟我们这样说，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哎，难道你没听过"不熟不做"这句话吗？其实我都不想讲出来的，但是现在既然又发生这个偷看事件，我只好讲出来喽。其实我都被他偷看过。啊！哎，真丢人！不可能吧？莱恩King会偷看肥婆珍？我是男人，我都不可能。这也很难说的，他都40岁了，一个头都还没有抛，你以为他不想女人的吗？哎呦，那我们不是很危险？哎，你们今天吃什么啊？啊？哎，可琳，一起坐来，一起喝咖啡来。啊，我都不明白他见到晚上见到鬼这样，我就很可怕咩？啊？你比鬼更可怕！你竟然到女厕所去偷看！喂，你说什么？说什么？你问他了。你说我进厕所偷看女人啊？不是我说的，我妈说的。你妈？美国站来！来，美国，喂！那死美国，你给我滚出来！出来，美国！你干什么？这是女厕所，你进来做什么？要非礼啊！救命啊！干什么？你为什么乱讲？说我来女厕所偷看人，你哪一只眼睛看到的？那你哪一只耳朵听到我说的？你女儿自己讲的还会错啊？我不是故意讲的。你爱不爱我都不弃权，你信不信我都不会变，你要不要我都拼命给，换谁爱你我都不能成全，你想不想我都无所谓，你听不听我都不会累，孤注一掷还不怕心碎，只想给你最完美的一切。就算什么都不会，至少不会让你掉眼泪。就算什么都不缺，也别转开你的脸。就算他暂时领先，就算你心里没有空位，我依然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后悔。无微不至，我
会做到完美。怎么舍得你就没有？一辈子的事情不差几天。